岁了？30岁。你有没有孩子？有2个。你想回家吧？当然想回去了。你在乡下做什么事？种田的。1938年，日本掏出家底，命40万大军直扑中原。面对疯狂的进攻，中国方面倾尽全力，调集100万大军殊死抵抗。这便是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、投入兵力最多、牺牲最惨重的武汉会战。武汉由汉口、武昌、汉阳3镇鼎立而成，这里豪门云集，商业贸易仅在上海之下，汉阳更是全国最大的军工基地。1937年，随着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，中国的军事统帅部移驻武汉，工厂、学校也纷纷涌入，武汉瞬间成为了全国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文化中心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妄图拿下武汉，就能把国民政府赶到西南的山沟里，将其从全国政府降为地方政权。届时穷兵黩武的日本便可以建立一个傀儡政府，早日吞并中国。按照日本最高司令官田俊六的作战计划，40万大军兵分2路夹击武汉，南路日军沿长江两岸推进，其中5个师担任主攻，4个师负责助攻。北路日军则负责攻打郑州，一旦得逞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将借着1日千里的铁路迅速攻占武汉。在所有的进攻路线中，这一条无疑是最佳捷径。面对日军的战略，中国统帅部沿着长江两岸的山川要隘排兵布阵，白崇禧坐镇长江北岸的大别山一线，陈诚负责长江南岸的九江要地。南北两军共计有110万人，兵力虽然是日军的3倍左右，但武器装备较为落后。此外，日军还有120艘舰艇、500架飞机协同作战，形成了海陆空立体攻势。中国将防守重点全部放在长江两岸，那问题来了，北路的日军谁去扛？此时日本14师团已攻占开封，兵临郑州，不出半月便能直取武汉，而从北方沿海转移来的几百家工厂仍在武汉。这点本就脆弱的工业一旦沦落敌手，前线的将士恐怕只能光着膀子拿烧火棍去抗日了。此外，还有数百万的公务人员、师生工人都需要尽快转移到西南后方，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。1938年6月，蒋介石下令炸开了黄河花园口的堤坝，欲以水带兵阻敌南下。随着黄河水一泻千里，44个县市瞬间成了水乡泽国，形成了从郑州到蚌埠长约1000公里的黄泛区。被洪水阻隔的日军被迫退守徐州，改从合肥南下，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。此举虽然将日军成功引入了中国预设的战场，为后方西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但洪水却夺走了89万人的生命，导致1000多万老百姓流离失所。6月中旬，4个日本师团沿江而上，直逼马当，武汉会战的序幕就此拉开。马当江面最窄处不足300米，堪称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。为此，国民政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将数十艘大型轮船装满乱石，凿穿底部沉入江中，再以铁丝连接成网，另布设了水雷1500多枚，两岸山上还布置了30多门海防炮，对江面形成了火力封锁。按理说，马当要塞修得如此坚固，布防如此严密，防守个把月不成问题。然而，如同马奇诺防线一样，日军激战2天无法打通水上航道后，便改从湘口登陆，轻易绕过了这道固若金汤的防线。更离谱的是，负责防守的军长吕应衡为了讨好领导，竟在这危机关头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。6月24号，日军攻进马当时，所有连级以上的军官都赶去参加所谓的结业典礼。群龙无首的中国士兵虽拼死搏杀，但缺乏统一的指挥，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。最终，马当要塞仅仅守了2天便告失守。马当一失，九江门户洞开。这里上连武汉，下接安徽，南靠庐山，北倚长江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。日军深知南方山川险阻，河流纵横，指挥官必须对地形了若指掌，才能取胜。权衡之后，日军派出了冈村宁次主攻九江。此人曾在中国混迹多年，担任过民国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。表面上看，九江临江面湖水网交错，
对防守一方极为有利。加之北伐名将张发奎率10几万大军坐镇，守住九江应该不是问题。可在拥有海陆空优势的日军面前，这些江湖水网根本构不成障碍。长江水路还能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补给，舰艇也能持续地进行火力支援。反观中国军队，既无海军又无空军，江湖地障反而限制了自己部队的机动性。面对漫长的沿江水网，只能处处设防，处处设防就意味着处处薄弱，一触即破。仅仅3天，作为江上重义的九江就不马当后尘，彻底失守。按照常规打法，占领九江后，日军应该会沿江而上，全力直扑武汉。可中国还有16个师的主力部署在附近的崇山峻岭中，日军若沿江而上，必然被中国守军拦腰截断，陷入重围。进退两难之际，冈村灵光一闪，索性从九江南下，直攻长沙，以切断粤汉铁路。这样既能顺路扫荡中国守军，还能对武汉形成战略性大包围。再不济也能攻下南昌，切断南浔铁路。山中的中国守军没了后勤补给，自然不战而溃。7月31号，日军106师团顺九江而下，向金官桥阵地发起进攻。防守金官桥的粤军血战2天后伤亡惨重，李傕立马率19师火速接防。到达阵地后，他发现粤军根本不会打山地战，他们竟然把兵力全部堆到了一个阵地里，敌人只需命中一颗炮弹就能造成大量的伤亡。而打山地战恰恰是湘军的长处。根据地势，李傕重新构筑了3个阵地，互为犄角之势。日军每冲一次，李傕就换一个主阵地。当日军稀里糊涂还往所谓的主阵地冲锋时，旁边真正的主阵地便火力全开，将日军打的是人仰马翻。此外，李傕还在侧翼山岭上布置了迫击炮阵地。每当日军嚎叫着发起冲锋时，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，措手不及的日军死伤无数。由于连连受挫，日军开始动用山炮和飞机对金官桥进行大面积轰炸。飞机炸完大炮轰，大炮轰完步兵冲，这本是日军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。可当他们如潮水般涌向阵地时，中国守军却从灼热的焦土中忽然钻出来，一时间步枪机枪齐声开火，冲锋的日军纷纷倒闭。原来李傕在苏联顾问的指点下，没有把阵地修成一线式，而是挖成雨点般分布的单人陶罐式掩体，这样就避免了被敌人的山炮飞机一窝端掉。每个陶罐的上方铺有紧密的木头和2米厚的泥土，一般炮弹根本炸不透。这些单人掩体全用交通好连接，可以自由穿行。一旦敌人接近，能正面直射，也可相互斜射，彼此构成了无数个小型的交叉火力网。就这样，李傕凭借巧妙的攻势，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。激战至8月下旬，106师团伤亡8000多人，其中战死连队长1人，大队长3人，中小队长死伤过半。整个师团元气大伤，但一直无法占领金官桥。而李傕的湘军经过1个月的血战，也牺牲了大部将士，全师仅剩下780人，只得交给粤军接防，撤回休整。至此，中日双方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。日军一筹莫展之际，101师团在海军掩护下，成功登陆庐山南面的新子县。听到这一消息，冈村顿时眼前一亮。如果让101师团从新子攻打中国守军的后方重地德安，一旦退路被截，金官桥阵地将不攻自破。当然，101师团要迂回德安，必须先拿下隘口这个咽喉要地。要拿下隘口，又必先攻克东西孤岭。而大战之初，中国指挥官薛岳为防日军抄袭后路，早在德兴公路两旁的崇山峻岭中设伏了2支部队。8月下旬，日军连续3天出动飞机轮番轰炸，甚至丧心病狂地投放毒气弹，完全无视国际法。根据日方记录，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使用的毒气弹共计有4万多发。而中国守军早在山岭背后的反斜面挖掘了隐蔽工事。日军轰炸时，守军给稻草人穿上军装，分布在散兵线上。真正的部队撤到了反斜面的掩体内，阵地上只留少数哨兵监视敌情。待日军猫着腰冲上山头时，中国守军突然从工事中杀出来，一时间枪声大作，手榴弹爆炸声不绝于耳，日军纷纷应声倒地。眼见东西孤岭久攻不下，冈村只得亮出压箱底的王牌，101师团的主力连队长范种国五郎。
他曾被田俊六亲自授予猛将的称号，在日本国内更是被奉为军神。当时日本战地导演龟井文夫跟着101师团一路进入新舄县，期望能捕捉一些范仲骁勇善战的镜头，作为鼓动国民参战的宣传素材。自凌晨到傍晚，范仲率领着士兵连续发起5次冲锋，可都被中国守军一一击退。一日，范仲在镜头的加持下，再次挥着战刀狂叫着冲向东孤岭，不料一声清脆的枪响，范仲应声倒地。他害死日军群龙无首，阵脚大乱。中国守军随即涌出战壕，将101师团的主力连队全部歼灭。这样一来，龟井文夫的英雄大片没拍成，倒给日本观众留了部军神的庐山一日游。就这样，101师团鏖战20多天，才拿下了东西孤岭。可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，距离德兴还有50多公里。放眼望去，前方依然是重峦叠嶂，不知有多少中国守军潜伏其间。鉴于2个师团打得如此窝囊，冈村再次改变进攻路线，调集精锐部队第9师团直扑瑞昌。而守卫瑞昌的是一支由四川保安团改编的新兵部队，许多士兵没有经过基本训练，扛着枪穿着草鞋就上了前线。实力悬殊之下，日军很快攻破瑞昌，一路推至岷山。眼见金关桥阵地即将被日军左右夹击，薛岳立马将中国守军的防线收缩至马回岭。遇敌就缩，顶多算反应快，薛岳却利用收缩之机，巧妙布成了2边高中间低的反八字阵型。马回岭是一个3面环山的小盆地，薛岳将16个师部署在东西南3面，布置了大量的重机枪和山炮，火力足以覆盖整个盆地。这个阵型攻守兼备，如敌人从左边来犯，中间和左边将同时开火；如敌人从右边来犯，中间和右边立马能呼应射杀。要是胆敢从中间闯进来，那便是瓮中捉鳖。对日军惯用的锥形战术来说，薛岳的反八字剪刀阵就是他天生的克星。无计可施的冈村一时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，只能原地休整。几天之后，日本27师团登陆九江，欲向武陵发动进攻。此城一破，便能切断粤汉铁路，包抄武汉。薛岳见状，立马将庐山的部分守军调往武陵布防，其中最厉害的就是陈诚的看家部队18军。他们装备精良，训练有素，曾参加过惨烈无比的罗店保卫战。有了这支王牌坐镇，日军数次猛攻都无法突破麒麟峰。随着中国的增援部队陆续抵达，27师团深感被围之险，只得拨转马头缩往一边，再也不敢朝武陵轻举妄动。有道是水无常形，兵无常势。就在麒麟峰激战之际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。薛岳抽兵支援后，阵型的左翼露出了一道长达5公里的缺口。经过飞机侦察，冈村脑海中闪现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直接派一支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这道缝隙中穿插过去，与第27师团合兵一处。这样既可解麒麟峰之围，又能插入中国守军的纵深地带，彻底瓦解薛岳的防御体系。可以说，这支奇袭部队就是灌进薛岳肚子里的一瓶毒药。9月25号，冈村命修整好的106师团悄悄绕出马回岭，轻装进入白云山区。为出奇制胜，他们专挑最难走的山路。有意思的是，日军使用的地图竟是冈村从孙传芳那里偷来的复制品，图上标注的位置和实地完全对不上号，只能算地摊上的艺术品。所以日军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薛岳获知106师团企图穿插后，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将计就计，悄悄把前线大部分人马抽调到万家岭，就连藏在庐山准备打敌后游击战的66军也被调来参战。与此同时，薛岳命手下用小股火力将迷路的日军一步步引入预设的伏击圈。10几万人的调动难以瞒过日军的侦察机，当看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越来越清晰地包围线时，冈村立马通知106师团迅速向西突围，与27师团合兵一处。可日军掏出罗盘一看，傻眼了，指针竟然一会往左，一会往右。原来万家岭一带富含铁矿，在磁场的扰乱下，罗盘完全失效。10月7号，薛岳看日军已全部进入万家岭，随即收紧口袋，下达了总攻命令。一时间，附近的10余座山头杀声四起，气壮山河，枪炮声如狂风暴雨般响成一片。但围攻不是像电视剧里一哄而上，真正的围攻就像打猎，
要慢慢地驱赶敌人，将其压缩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内，待敌人精疲力尽之时再上前歼灭。如果围得太早，绝境之下的敌人很可能倾尽全力突出包围圈；如果围得太晚，援军就赶到了。陷入包围后，日军虽阵脚大乱，却也深谙攻守之道。才进入万家岭，他们的先头部队便率先抢占了附近最高的张古山。这里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，大部队很可能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，突出重围。眼看口袋还没扎紧，袋底就要被捅穿了。是张灵甫率部兵分两路，一路从正面佯攻新火力，一路从后山的绝壁攀岩而上。日军正全力对付正面的进攻时，忽然感到身上一凉，低头间刺刀已穿胸而过。尚未回过神来，正面部队趁势冲杀，两面夹击下，中国军队终于夺取了张古山，彻底掐灭了日军突围的希望。此时日本外围的援军也逐渐逼来，位于麒麟峰附近的27师团虽然被18军死死缠住，可一旦突出战线，就能和106师团里应外合，反把中国守军套到口袋里。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，生死往往是一念之间，如何利用这个时间差扭转乾坤，就很考验一个指挥官的水平。10月9号，薛岳命之部队袭击了106师团的山炮连队。要知道，这些山炮是日军在山地作战的核心火力，失去他们，战斗力将大打折扣。拔掉日军的爪牙后，薛岳拿出了山地神器迫击炮。相比其他火炮，它便于携带，机动性很强。最关键的是能翻山越岭，哪怕日军躲在岩石背后，一串炮弹甩过去，也照样能要掉他们的命。经过亲力一击，106师团被围困到了一个叫雷鸣古柳的小村庄。当初为了轻装奇袭，日军每人只携带了6天口粮。如今10多天过去了，鸡皮交加的日军只能从田里捡些稻谷充饥，或是等待着时有时无的空投。有的精神恍惚如同行尸，有的弯下腰去就再也直不起身来，饿死病死的比比皆是。10月9号夜晚，薛岳一声令下，炮弹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。对日军来说，这几乎是一次灭顶之灾。消息传到日本之后，天皇震惊不已，因为这是从77事变以来，首个日本的整建制师团被中国军队全部包围。遂命军部大本营不惜一切代价救出106师团。最高司令官田俊六立刻抽调了一支强大的部队，迅速赶来增援，并调集了200多名军官，直接空投到万家岭。这针鸡血打下去，给奄奄一息的106师团勉强吁了一口气。考虑到日本援军即将到达，中国军队经过多番血战，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。薛岳于是下令部队撤出战斗。而在历时22天的万家岭战役中，日本106师团伤亡1万余人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尽管日军在万家岭损失惨重，但长江一线的北路日军在9月底攻破了田家镇，逼近武汉。10月12号，日军3个师团突破大别山防线，攻占信阳，平汉铁路门户大开。危机之时，南方又传来噩耗：10月21号，广州沦陷，粤汉铁路尽落敌手。这意味着中国从海外进口军事物资的生命线被彻底掐断。早在武汉会战初期，蒋介石听取了各方意见后，决定改变之前死守一地的做法，实行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新战略。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，国民政府提前安排工厂学校全部内迁，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空城。而经过4个多月的血战，日军的伤亡约为20万。考虑到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。蒋介石于是下令所有前线的部队有序后撤。中国军队的伤亡虽然高达25万，但全身而退，没有任何一支主力精锐被歼灭。这些有生力量为今后的抗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在龟井文夫拍摄的纪录片《战斗的士兵》中，日军攻陷武汉后，在江汉关广场举行了所谓的胜利庆典，但士兵们一脸疲惫，没有丝胜利后的喜悦。整部片子与其说是战斗的士兵，不如说是疲惫的士兵。所以该片制作完成后便被军方禁止上映，龟井文夫本人也被逮捕入狱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军队撤退后，有计划的在武汉以东留下了大量部队继续开展游击战，
给日军的后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武汉会战结束后，日军必须维持从东京到武汉几千公里的补给线，国家财政已是不堪重负。为了扩编师团，甚至连学校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使用。表面上看，日军成功占领了武汉，但从军事战略来说，无疑是一次失败。所以武汉会战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。那句空间换时间，以小胜即大胜的含金量正在不断上升。